就是一个球，它不是绣球，它是环羽，被称作是这个环羽。那这个就是公的，那这边呢带着一只小狮子的就是母的。自宋朝到清朝，在这个地方，他养育了很多的状元进士。走出明代，抗倭名将江一林，宫廷的太医江一道，还有呢清代的国学大师江永，民国的教育家江贤等贤士，跟一代的伟人江泽民又有文学很多的人士，都出自于哪边呢？都出自于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婺源江湾古镇。所以啊，知道了吧？这里出名人呢。对，这个下面的有个小孩，对啊，就踩着一个玩具，然后呢有个带着一个小狮子，所以我们以后呢，让这种就是我们祠堂啊，还有那种大宅院门口的这种狮子啊，它有的是两只一样的，有的呢会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它脚下踩的跟它的身上带的啊，一只呢是踩的是这个就是一个球，它不是绣球，它是环羽，被称作是这个环羽。那这个就是公的，那这边呢带着一只小狮子的就是母的。从古至今，选总统也是讲呢，一个所在出一个总统，一个所在出真侪有名的人，奥运选手啦、等等啦，我们就常常会把一个地方呢，把它列为叫做什么出这个人才的地方啊。这地方当然它就会有名了，江湾古镇呢，当然也不遑多让喽。就也因为出了非常多的富裕人家有名的人士，所以在这里他就出现了像这样子有名气的地方了。当然，因为也在婺源啊，江湾古镇是具有丰厚的徽州文化底蕴的一个古村落，在江西婺源县城这个地方呢，三面环山。还有这个河流啊，呈现 S 型的，在这一个古镇里面呢，山水交融，跟出了这么多的人呢，所以呢，增添了许多灵气。还有你看看哦，这个砍羊的头啦，猪的头啦，还得了哦，这个很刺激哈。看在动保团体可能会觉得有点残忍啊，但是这是传统的文化啦，满在的拜山晚上。那这个也就是婺源当中非常著名的江湾古镇，出了很多的名人。这里也是看徽派古建筑非常彻底的一个地方啊。江西这么美，江湾的美更是婺源数一数二的。很多在江湾众多的徽派古建筑上面就可以看得到，你知道。我们来徽派古建筑，你看的是什么啊？徽派建筑的三雕啊，木雕、砖雕跟石雕，这是徽派古建筑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欣赏的层面啊。在这个地方呢，这种工艺已经入选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木雕、砖雕、石雕，徽派建筑的三雕。婺源江湾的豆腐架也入选在这里面，在这里萧氏宗祠是最著名的地方哦，就在这里哦，萧氏宗祠。我们刚刚前面看到了这很多的雕刻当中呢，江南祠堂当中最好的一座，也是婺源四大古建筑之首，萧江宗祠采用典型徽派建筑风格。白墙带瓦，这里
巨大的梁柱、精美的木雕，采用很多龙的元素。这是你进来到徽派建筑婺源你要看的。你看有没有？这个就是标准的白墙啊，青瓦、黑瓦等等哦，这些都是最正统徽派古建筑。在这里展示的是婺源的文化特色。传统的民居生活，江湾村建在隋末唐初这段时间左右啊，是婺源为数不多的千年古镇其中之一了。这村子里面呢，保存了非常好的就徽派建筑的山雕，还有呢玉石、府邸、中县地等明清时期所留下来的政府官邸啊。这些政府官邸也凸显了当时这一些文人雅士、政府官要他们对于所谓的建筑的美学。所以徽派居民呢，像滕家老屋、培新堂以及徽派的商宅，都非常的具有中国古文物的历史价值跟观赏的价值，所以这个地方才会被婺源才会被称为是什么？中国最美的乡村呢？原因是来自于这边群贤辈出的江湾，更是丰厚的徽州文化底蕴的古村落，非常重要哦。那在这呢，被称为最美，也被称为呢最好的宗祠，就在这儿。现在我们一转弯过来，我们又来到了婺源当中的汪口村。汪口村呢，在江西婺源的，也在江湾镇啊。那在这里呢，有宋朝的易大夫，他呢是正三品距今有1100多年的历史啊。汪口自宋清以来呢，更是整个在婺源的江湾里面最重要的文风鼎盛、人才辈出的地方在汪口村所以有时候你不要看那个小村庄就是有时候小村庄呢就会出现一些很厉害的人物啦。而当时的宋朝易大夫正三品就出自于这边。什么叫做正三品？正三品呢，是中国、朝鲜、越南、琉球古代官位的一个级别，属于呢从二品高于从三品的官员在多数的朝代为政府府院的责任人皇室的亲族也有相应的正三品所以正三品在很多的朝代，从当时的隋朝、魏晋南北朝等等呢，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官位还有这小妹妹好可爱非常重要的官位。当时在正三品大约算是唐朝时期呢，算是在6部尚书的品级啦。以现在来换算，相当于现在的正级干部所以很难区分古代的官职呢，其实认真的来讲呢，我们分为这个9品由正一品到什么正9品共计有18级其实跟现在的政府官员有一点类似现在的政府官员呢，光是科长有没有但经过来在这套路一马修，你是第几级的，对不对那总共有18级，从1品到9品正三品又分成为正三品堂跟正三品堂下很多很多说也说不完。就我刚刚提到的最简单，如果你是公务人员我们现在近年来台湾公务人员吵得沸沸扬扬的公务人员有没有他也有分级数，对不对也有分级数。那公务人员也是这样很辛苦的从进去的时候呢，爱一级一级跳看你平平拢做主任平平拢做科长每一级这个薪水官位拢无啥相共，对不你若公务人员你就知影你看看在做公务人员多辛苦干了20-30年你那个级数要跳砍到最后一砍还不容易对吧所以呢来我们现在呢离开了这个地方参观完里面的一些
载体啊，我们走出来啊，顺便呢也了解到这个中国的这个级数啊，官位级数。这地方也是欣赏油菜花非常重要的一个省份也是一个小镇啊。每一年呢，到春天的时候呢，油菜花在整个婺源开起来的时候呢，是整个婺源最大的观光季之一啊。江西婺源县汪口村这里看的也是宗祠啊，只是不同地方有不同人的宗祠啊。婺源这个区块就是属于古代徽州的文化区域跟黄山脚下的一些地方是一样的一些小镇几乎是如出一辙的，一模一样的这种古建筑物，徽派古建筑啊。如果你有去过黄山底下的歙县，还有一县，你也会发现住宅模式、建筑模式呢是一模一样的。在当地呢，崇尚的塔车跟贵族区块一样，跟台北市很多人说那个大安区一样很多的政府官要、公教人员、读书氛围、私塾等等就聚集在这个地方所以历史上就出现了很多的通过的科举考试的大官来自于这个地方，95%以上的大榜，但汪口、婺源拢保留明朝、清朝时代的特色甲风格，所以这个所在看到叫做余氏宗祠，汪口余氏宗祠呢，也是清乾隆就建成的有看到吗？这个余氏宗祠都在介绍的，就是属于余氏宗族祭祀祖先跟先贤的一个场所。距离现在已经有260年的历史喽。那曹议大夫余应伦，也就是正三品官儿，入宫之后回乡时，捐资新建的，以前达官显要飞黄腾达之后，一定会返到自己的家乡故里呢，怎样来盖起这个豪宅，来告诉你阿母我光荣的来有没有？占地面积有1116平方米，宗祠是以木雕精湛，于是精湛的雕刻技术、不朽的艺术价值，充分展现了古代的中国的劳动人民的卓越才能呢。所以来婺源看的是什么？艺术，它的艺术在建筑。所以只要是徽派建筑，现在中国呢几乎把它框金包银的把它列出来，把它呢保护起来，被古建筑专家都誉为艺术宝库。现在的徽派建筑也可以说是在中国最夯、最著名、很重要的一个艺术建筑啊。婺源汪口的水，在这里呢，鸟语不是花香是叫鸡叫，在这很乡村的水色、山光在这儿的景色就充分的展现了明清时期，在当时明清时期的乡下的感觉。在这汪口村附近呢，有的1000多年的历史，整个婺源呢都是1000年的历史。宋朝以来文风鼎盛，在这层出不穷的有名人士，又把它叫做书香。所以整个今天我们都在婺源逛得非常非常的彻底那现在呢，又来到了婺源的另外一个地方，叫石城古村。
整个婺源区块分别有不同的可以欣赏的地方啊，有的可以欣赏到枫叶，有的欣赏到的叫做油菜花。在整个世界的建筑史上，中国传统的建筑艺术，徽派建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广泛流传。这些地区的徽派建筑又是中国民俗建筑当中非常重要的，它是自成一体，它的建筑风格对于当地产生在浙江、西部等地区呢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长江西部也产生非常大的影响，被中外很多的建筑大师推崇。但是你知道50年前40-50年前，徽派建筑啊，你可以去买它，而且呢还不贵啊，大概呢2万块台币左右，你可以把整个徽派古建筑呢搬回家。那徽派古建筑就是什么，规根出东西木雕、石雕、茶刻的嘛，所以这些房子呢，你很容易就把它整个呢拆一拆就把它搬走了啊。以前如果你懂得徽派建筑的人呢，你可以在中国大陆呢挖掘到非常多的徽派古建筑。这些古建筑物呢，有一些是古建筑物、木雕床啊等等。因为徽派建筑当中最主要、最重要的，也就是它的木雕。40-50年前呢，现在呢，怎么可能呢？就是盗卖国宝啊，会判刑的啊。那是40-50年前的中国大陆。第一个，当时经济还未开放。中国大陆现在是非常有名的共产主义，什么共产社会主义的体制，言论跟新闻没有来的那么自由，人民也没有那么民主，但经济却是很自由的啊。它的经济的发展呢，超越你想象之外。现在的共产主义很厉害啊！他们在发行的是什么啊？他们在发行的是管理上面用共产啊？为什么？因为他不敢让你太自由，自由会乱啊。他自由呢，他害怕什么？常讲啊，我这世界上就是这样啊，自由过头一定就是乱啊，自由过头一定就是乱，给干啊。那另外一面是什么呢？他反而在经济呢是大力的改革跟开放啊，让经济有自由度。让经济走向了资本主义，而在管理人民上面，在国家政策上面呢，它走向了比较共产主义啊。所以这几年来，你看有几个国家呢，在这上面呢，就突飞猛进的飙涨了起来。不管是从越南也好，甚至到达了所谓的这个俄罗斯也好，都有这个情况啊。所以我前面才会提到了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这个环节就是说呢，为什么这边有这一种徽派建筑是可以卖的啊？因为以前的徽派建筑呢不值钱嘛所以现在很多的建筑大师都很推崇哇塞，这简直是人类的艺术结晶啊！以前一间厝，你要把它做那么漂亮，既然你要用这种木雕呢装饰它，这种雕刻以现在来讲的话，哇，那一个房子盖起来不上亿啊！与别的民俗建筑不同是，徽派建筑的房屋外观装饰呢，精美许多，都是白色的墙在当时物资非常缺乏的底下，为什么叫徽派建筑？因为呢，徽商人靠着走南闯北商人嘛就是要在整个中国大陆这样走他把这个走来的积蓄呢、财富呢，加上当地禁主的风气呢，赚到钱之后回到家乡把它盖起来，自己居住的地方呢，已经不是那种很粗俗的，我自己做的叫我赚了钱，我必须呢雕梁画栋的把这一个房子装饰起来所以呈现了另外一种艺术的风光，外人看来、自己看来都非常非常的有面子。还有浙江地区的气候温和，有山有水，所以这里的俗话说无山无水，它就什么不成居的说法就此而来。
离开了乌源，我们又进入到了另外一个区块，它叫做益阳。这也是在江西的另外一个，但是从徽派的建筑来到了益阳，所看到了叫做红景啊。在这个地方，距今1.35亿年前的地形地貌、丹霞地貌，经过了什么？经过了地壳的运动，这里就呈现了另外一种美丽的风景啊！我们必须坐的电瓶车开始游览龟峰景区。冬季来佚佗啊，就是这么的诗情画意啊，下着雨啊，竹林深处巨大的龟背形的山体，所以这里称为龟峰啊，这很好认了吧哈？用形体来给这里山好名啊，所以叫做龟峰风景区。这些都是上亿年恐龙时期就拥有的地形地貌哦。所以你就知道江西这个所在，谁啊，其实足有名的原因伫遮哦。因为这个所在，你要看历史的古建筑有啊，你要看道教文化有啊，你要看风景区拢有啊。这2-3点你拢看会到，景区内底佫有主要的路线，淡进内底哈。但是拢以这个山变成它的背景啊，古城堡的遗迹，还有这里的龟峰竹海，哇塞，更是呢美得不得了啊！在这里面可以啊。一览无遗啊！哇，这个呢，鳌啦、鳖啦、龟啦等等啊，都有都有各式各样的形体，其实就是这里的山形地貌所展现出来的整体的这一种它的风景区，有没有看到啊？这个很特别啊！这些你不要看这些9号山啊，这所看到的这一种所谓的喀斯特地形地貌，这些都要很久很久的时间呢，你才能够啊。发展出来的地形地貌，在中国这一块古老的大地，除了拥有5000年以上的历史文化之外呢，这里的地形所产生出来的地貌呢，更是举全世界你要找得上中国历史遐深的所在，佫有足侪无同款的地形甲风景呢，很难找得到。你自己去看看哦。你去一个国家，顶多的玩了2-3次，但是中国有几个省份，30几个省份呢？你每个省份呢玩1次就好了，你光中国就可以去30几次啊！而这30几个省份，地形地貌、历史文物、人文风情都不一样，所以你说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去中国旅游？近年来是因为很多的意识形态的抬头啊，都能反中反什么？身为一个旅游者，没有这一种政治的观念，它只有历史跟地理的概念，对吧？身为旅游者是这样，看历史、看地理、看风景啊，就比较不会有这一种意识形态比较强烈去观赏一个东西。要看到的求知、求得、
快乐，这才是真正旅人想要去做的事情啊。所以，我们换句话来说，为何中国长年累月这么欣赏很多人去这边旅游？很多的年轻人他会觉得呢，中国落后了，中国怎么样啊？其实落后的地方呢，不止中国，中国要讲现代化的城市了，哇塞，你还比不上他。他要讲千年的文化了，你也比不上他。他要讲这么多的地形地貌、大山大海了，你还是比不上他。所以不能用一个小小的点跟眼光去看中国。任何一个世界都有它不好的地方，不好国家文明都有不好的地方，不好的事情啊。不能拿那个点呢去看全部的地点啊。台湾有台湾的不好的地方，中国也有中国不好的地方，对不对啊？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老是在中国大陆比较少看到年纪轻的人来这边啊，对于中国刻板的印象啊，他可能还没有改变。其实很多爱玩中国旅游的人，你们就知道了嘛。来中国旅费不高，看个风景个真水，对不？那历史文化，咱对现有的一寡故事都能听过啊。所以我们游览起来呢的倍感呢，一种熟悉度啊，就感受呢就特别的强烈，对吧？福州宁县台，这一个是在江西福州市一个如水的这个西岸啊。这里建于北宋年间呢，也到现在有1000多年喽。它是江南的名胜了，号称呢天下第一的德政楼，历代的文人雅士所喜爱的。哎呦，我讲起了江西怎么出了这么多文人啊，文人雅士啊。那在这里呢，县台记跟诸多的名家诗文，古时候它跟岳阳楼、黄鹤楼、滕王阁齐名啊。在这儿，我们现在所看上来的宁县台呢，它毁于这个上世纪的这个战火。现在我们所上来的地方呢，是2008年以后呢，再次重建起来的哈。那前面看到那个河呢，就是府河啊。那在这边呢，现在呢，主体有7层楼高啊，高49.9米啊，大概5米吧啊。那我前面有说的，它到县台啊，宁县台，但是呢，它其实其实是个楼啊，岳阳楼、黄鹤楼齐名啊。在这里是宋代的风格哦，灵谷，我们又把它称为叫做灵谷峰啊，灵谷峰啊。位于福州的名山，又称为叫诗山啊，诗词的诗啊，与这个宁县台呢隔河10里啊。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得到的五峰，指的是福州古城内的5个山峰啊。在这西晋的著名的战略家、政治家、文学家都坐镇襄阳时期，以仁德施政深得了民心。所以当时的福州、知州啊，就在附近的县山啊建台。这个建起的台呢，就称为呢宁县台。这个地方就这样得名而来啊，有一点深沉了，有一点深厚，对不对啊？在这儿进来这里面呢，你可以看到他写的那个诗句啊，怀忧思而临格等等哦，哇，这个有时候古字很多啊，还真不好念出来哈。那这个要把全部的古字念完不容易啊。物兮我兮，观景观乐，景人玄通。中国的诗句啊，只要去背它啊，就会让我想到哈，这个以前国高中考试啊，这个背起来啊压力很大啊，所以现在台湾对不对啊？也极力的去汉化，对吧？非常的重要哈，极力的去汉化，认为呢这个中国的文化呢跟台湾的文化呢不一样啊，但是扪心静下来去思考看看，5000年的文化，跟着我们所学所知现在所讲的语言所认知的历史文化，它切割得了吗？其实历史有它具有丰富艺术的一面啊。学历史讲真的不是学政治啊，
对于历史，对于过去，我们不应该用很严肃、非常极端的看法去看它。所以有时候你看看以前呢，你会诗词的人呢，哇塞，绝对是达官显要，家里面有读书的，才能够说得一口流利的诗句嘛，对吧？现在呢，去汉化啊，所以有一些东西没英万的啊。你以前可能学的这些东西是非常厉害的，现在学这些东西呢，也许在现在的氛围底下呢，不只是不厉害啊，还会被人家冠上一些标签在上面。所以我说社会的变动呢，有时候往往很让人民难以适从啊。有绝对的东西嘛，那我可能有绝对的物件哦，以前对不一定今嘛就对，今嘛你讲的嘛不一定以后就对，对吧？从我们台湾来看呢，就非常极端哈。有时候40年前呢所推崇的东西，在40年后就不一样。光是政府在所做的事情都是了哈。以前的政府所做的事，现在的政府讲话就不算话了，对吧？那以后的政府对现在政府所做的事情，会不会又讲话不算话？你不知道，因为我们只是人民啊，只是老百姓，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判别。那你说，自古至今，哪个社会环境不是这样？对不对？以前的皇帝他所做的事情，所信仰的宗教，换了下一个皇帝来领导国家的时候呢，有时候搞不好就改朝换代了，对吧？清朝入关的时候，明清时期人们那个辫子就留起来了，有没有？清官剧那辫子就留起来了。以前哪有啊？唐朝以前肥嫩胖胖的这才是富贵人家。那到后来你再胖看看呢，现在你胖胖了还是富贵人家啊。所以每个朝代不只是文化思考、审美眼光不同，各式各样的东西全部都会变啊。以前的女人哪有地位？现在的女人呢，撑起一片天啊！你觉得朝代的演变，不用说我们不用说1000年了，光30年就一个世代的转换了，就改变不一样。所以你要用很严肃的眼光去看待的现代的社会跟政治氛围吗？千万不要，痛苦了自己啊！我们人民就是要安居乐业啊，对不对？平安就是福气啊，动荡对人民绝对是最伤的，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对我来讲是很简单的人民生活的要快乐、安居乐业是非常重要的别让极端的东西呢来改变我们的思绪别让强烈的那种思绪氛围呢来呢让我们的生活过得很痛苦做好自己的事，理好自己的思绪，永远都是最重要的。我们现在又来到了来江西会看到的一个历史，叫做汤显祖。这里是汤显祖纪念馆。前面我们聊到了江西等地呢，抚州知县，这个我们常常在清官剧，对不对？我们也会听过嘛那算是这整个地灵人杰啦，出产的东西讲到唐菜，你看看这个是我10来年了吧，这个我很欣赏中国的一个他把这个模型做起当时的那种模型，然后呢演出一部故事给你看，然后用投影的方式呢将人物投影在这个古建筑，这是我一直觉得在中国最值得推崇的一种介绍哇，这活灵活现，跟3D 立体很像啊！现在的3D 哪有以前中国在那种投影技术来的厉害啊？很棒汤显祖，我们可以来聊，他被称为中国的莎士比亚，他的影响力非常的大，他对于中国带来了非常强大的文学家。汤显祖出生于书香门第，在15世纪的时候，从小饱读诗书当时呢，他进京赶考，不愿意接受首辅张居正的拉拢，结果2次落地落地听得懂没课掉一直到了1583年，他33岁的时候呢，在当时的首辅张居正死后的次年才考中进士。汤显祖中了进士之后呢，仍不肯屈服于新任首辅的生实行故仅能够当时呢在南京虚职
他的故事，有没有？你看又来了又来了，在图画当中打上了这一种哇，这真的是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种历史介绍啊。